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查理私募。最近几周，有很多朋友问查理，存储芯片板块的股票火到冒烟，像美光、MU 这样的龙头企业的股价在3个月内暴涨了100%，而 SanDisk、SNDK 的股票则更为夸张，从9月初的51美元飙升到11月中旬的270美元，翻了5倍以上。然而，在过去一周，这些存储芯片股票又有超过10%的大幅下跌。那么现在，大家就有点按捺不住抄底或者加仓的冲动，想要买入像 MU、STX 等存储芯片股。那么，随着 AI 浪潮的持续，存储芯片板块还有多大的上涨空间？还是说它们的股价已经过了阶段性的顶部位置，在接下来一年有大幅下跌的隐藏风险？本期节目，查理将为您深入分析 MU、STX、WDC 和 SNDK 这4家头部公司的基本面情况，以及 CI 系统对于这4只存储芯片股票的走势预测。好，就让我们开始吧。首先，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存储芯片的背景知识。和英伟达、AMD 制造的 GPU、CPU 等计算芯片不一样，存储芯片并不是计算机的大脑，而是负责存储海量数据的记录者。你也可以把存储芯片看成是计算机的记忆。存储芯片主要分为2大类，一类是内存，学名叫易失性存储 （volatile memory）。这类存储器在断电之后，它的数据会丢失，主要用作计算机的主存储器。内存的特点是读写速度非常快，可以配合 CPU、GPU 的高速运行。那另一类是闪存，也叫非意识性存储 （non-volatile memory）。闪存最大的特点是断电之后数据仍能保存，有着巨大的容量和长期存储的功能。但是闪存的读写速度比较慢，通常用作计算机的辅助存储器。好，聊完了背景知识，我们先来看看存储芯片的 Number One。美光公司 MU 的情况。MU 于1978年在美国的爱德荷州成立，距今已有近50年的历史。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光就涉足了存储芯片的制造行业，在1984年推出了首款 DRAM 内存芯片。那到了2025年，美光是全世界仅有的3家同时具有大规模生产 DRAM 内存芯片和 NAND 闪存芯片的半导体公司。MU 和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并称为存储器市场的3巨头。美光公司最近的好消息也是接连不断，公司在10月22日宣布成功交付了业界容量最高的 192GB SoCMM2 内存。这款产品旨在为 AI 基础设施提供低能耗的解决方案，帮助数据中心在实现高计算性能的同时，最大化能源利用的效率，从而解决大规模 AI 部署中的能耗挑战。此外，美光设计和生产的 HBM 高宽带内存是 AI 加速器的核心组件。在2025财年的第4季度中，公司在 HBM 业务上的营收飙升到了20亿美元。这个新业务的高速增长为公司带来了更高的毛利润率。在2025财年最新披露的财报数据中，美光的数据中心部门的收入占比达到了创纪录的56%，同比增长137%，成为推动公司整体营收增长的主要动力。在10月17日，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光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纽约州建造一个包含4个超大型晶圆厂 Fab 的制造综合体。公司将采用最先进的半导体制造工艺，包括极紫外光刻 （EUV） 技术，用于生产新一代的内存芯片，非常的厉害。可以看到 MU 的股价在2025年表现十分出色，它的 YTD 年收益高达160%以上，远超过标普500指数13.5%的年增幅，也比半导体 ETF SMH 的37%的年收益要高出4.5倍，相当夸张。值得注意的是，美光的股价在今年7月底才值109美元，而到了11月18日，MU 已经飙涨到了232美元，在短短3个半月内，股价暴涨了113%。很多投资者都对于 MU 的未来走势充满期待，
认为 MU 的股价突破$300只是时间的问题。然而，如果我们把美光公司的股价历史拉长到过去5年，就会发现 MU 并不是直线上涨，反而有很强的周期性波动。可以看到，美光在2021年的4月份和2022年的1月有一个双顶部的头部结构，也就是说，MU 在2021年的一整年都处在高位震荡的状态。查理认为，这和现在的情况非常的类似。那到了2022年，随着美股大熊市的来临，MU 股价在12个月内足足暴跌了50%，从年初的$97一路跌到了2022年年底的$50。然后，美光又迎来了下一个上涨周期，从23年1月到24年6月，MU 的股价又暴涨了178%，在2024年的夏天来到了$140的高点。之后又是长达9个多月的暴跌时期，美光从24年6月份的$140，又跌到了今年4月初的$65。之后又是一个长达9个多月的暴跌时期，美光从2024年6月份的$140跌到了今年4月初的$65，总体跌幅高达53.6%。最后才是我们目前处在的上涨周期的末端。MU 的股价已经从4月份的低点$65，足足翻了3.6倍，现在的价格在$235附近。小伙伴们是不是觉得持有 MU 的股票就像坐过山车似的，玩的就是个心跳？当然，华尔街的分析师对于美光公司在2026和2027年的 EPS 每股净利润的展望是非常看好的。可以看到，机构预测 MU 在26年的 EPS 能够达到$17每股，比25年大概$8.2的 EPS 要足足翻了1倍。然而，到了2027年，MU 的 EPS 增速会明显放缓，虽然也有$20每股的收益，但是相比于26年，它的 EPS 增速就会从105%大幅降低到18%。各位放心，市场的反应总是最灵敏的，而股价的走势也是绝对优先于 EPS 增速放缓的。也就是说，我们很可能看到 MU 的股价在2026年的下半年有大幅下跌的可能。事实上，如果我们拿美光在26年的 EPS 情况和21年相比较，就会发现两者的惊人相似之处。可以看到，在2021年，MU 的每股净收益高达$6，比2020年涨了2.5倍。而到了2022年，MU 的 EPS 增速大幅下降，但是也有37%的高增速。然而，我们都知道，美光在2022年蒸发了50%的市值，朋友们要特别小心这个风险。目前，CRI 投资系统预测，MU 的股价很可能在2025年年底到2026年的上半年维持高位震荡的行情。然而，到了2026年的第3或者第4季度，我们有不小的机会看到 MU 的股价再度崩盘。如果我们把美光在历史高点时的本益比 PE 标出来，大家可以看得更直观一些。在2022年年初，MU 的股价来到了当时的高点$97，它的本益比其实非常低，只有14.2。朋友们可能会觉得这么低的本益比，美光再跌也跌不到哪儿去，对不对？然而事实非常残酷，华尔街非常擅长玩戴维斯双杀的把戏。MU 的股价从22年的1月崩到了23年的1月，真正的底部出现在$50，而当时 MU 的本益比已经从14.2进一步下滑到了9，非常的低。那在今年4月份低点的时候，MU 的 PE 本益比在24.3左右，随着股价的翻倍，MU 的当前本益比已经涨到了31.8，比它在22年初高点的本益比14.2还要翻了2.2倍。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因为 AI 数据中心业务的需求，让市场给了美光公司更多的溢价。然而，查理强烈不建议大家在2025年年底或者2026年就高位贸然接盘 MU 的股票，即使它的股价已经从最高点下跌了20%，也别买。这是因为 MU 大概率在接下来几个季度维持高位震荡的走势，然后在某个时间节点突然开始暴跌的模式，把所有的投资者都套得死死的。请各位一定要小心存储芯片股票这个极强的周期性风险。反正查理是绝对不会在26年甚至27年的上半年之前买入 MU 或者其他存储芯片股票的。
那截止到11月中旬，查理的 CIA 投资系统对于 MU 的股票给出的是持有的信号，我们也不会在当前买入美光公司，因为股价从高位下杀的风险实在是太高了。那从长期来看，我们需要等到存储芯片行业的下跌周期走完，才可能在真正的底部位置买入像 MU 这样的优质芯片股。目前 CIA 系统给出的远期买入价格在$156，比 MU 现在$235的价位还有超过30%以上的大幅下跌的空间。朋友们千万要小心，如果你想短期套利交易，用小仓位炒一炒 MU 的股票也行，但是如果一旦被套，千万别头铁加仓，而是应该趁着反弹的机会止损离场。真的没办法，存储芯片股有点像石油股，它的周期性太强了，水太深，不适合绝大多数散户投资者。美股市场被低估的好股票多的是，而现在大盘都开始崩了，白银坑就在眼前，咱没必要冒这个险硬刚 memory chips，是不是？好，聊完了美光，我们来看看 Seagate Technology 希捷科技公司的情况。它的股票代码是 STX。希捷公司的总部就在东湾的 Fremont，离查理的城市开车不到半个小时。那里的中餐馆和奶茶店特别多。Seagate 也有46年的历史，从2010年开始，公司逐渐将业务重心从传统的 PC 个人电脑市场转向高容量的云存储和数据中心市场。SDX 专门为云服务提供商、AI 数据中心提供企业级别的硬盘设备，这些硬盘的容量超级大，通常在20TB、30TB 以上。没办法，云计算公司对于海量数据存储的需求还在以指数级别的速度增长。在10月28日，希捷科技公布了2026财年第一季度的业绩报告，业务表现非常强劲。它的核心业务数据中心方面的营收收入达到了$21亿，同比增长34%。很多 AI 公司目前需要训练 AI 模型的推理能力，而这对于大容量的硬盘要求特别高。STX 的 Non-GAAP 每股净收益达到了$2.61，同比大涨了65%，大幅超出市场的预期。那和美光的情况很像，希捷 STX 的股价在2025年暴涨了198%，非常 amazing。它从8月20号的$150飙涨到11月10日的高点$297，在3个月内股价翻了1倍。当然，STX 的股价也在过去1周有11%的回撤。截止到11月18日，CI 投资系统对于 STX 给出的是红色卖出信号。我们现在应该站在高位止盈、获利了结的角度来看细节的投资。现在千万别追高买入他家的股票了。这当然和 MU 的理由是一样的。希捷科技也逃不过存储芯片行业的强周期性。STX 的股价在2026年最好的情况就是维持高位震荡，那更糟糕的情况则是持续的阴跌。投资朋友们要千万小心，别在 STX 的下跌周期都还没有开启的时候，就贸然在顶部位置买入他家的股票，然后被深度套牢中。此外，希捷科技的管理层在11月上旬都有大幅出售自家股票的公开记录。STX 的首席财务官在11月12日卖出了约61000股的 STX 股票，套现高达1650万美元。他的首席商务官则是在11月11日卖出了价值210万美元的 STX 股票。那自从2025年第二季度以来，STX 的内幕交易记录显示，管理层所出售的股票的数量要远大于买入的数量。这也反映出存储芯片领域的老兵们对于这个行业的周期性理解的非常深刻，他们绝对不会在25年下半年这个节点追高买入像 MU、STX 这样的股票。虽然这些公司的基本面都相当的稳健，如果我们看 STX 在过去5年的表现，会发现它的走势和 MU 是一模一样的。希捷科技也是在2022年有高达53%的大崩盘，在2024年6月到2025年4月份，STX 也有36%以上的大跌。那目前为止 ，STX 的股价已经来到了$250的上方，我们很可能看到它在接下来几个季度有持续震荡甚至下跌的走势。STX 的 EPS 增速情况也和美光差不多，都有非常强的周期性。
查理也不认为 AI 人工智能的发展会从根本上改变存储芯片行业这个强周期性的特征。STX 的 EPS 可以在好的年份飙涨个45%，也可以在行业下行周期暴跌98%，相当的不稳定。虽然目前华尔街预计 STX 在2026年的 EPS 有高达40%的增速，但是到了2027年，EPS 增速一旦有放缓的预期，那它的股价又会哐哐哐的往下掉。投资朋友们千万要小心这个风险啊！截止到2025年11月中旬，CI 系统对于 STX 给出的买入价格只有$150，比现在$258的市场价要低了42%。朋友们千万别想着现在就着急忙慌的抄底 STX，持续暴跌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这其实和上个月热炒的稀土股票，以及更早些时候热炒的 MSTR、BMNR 等加密货币的概念股情况有点像。网红股一旦跌起来，可是相当的吓人，没完没了。好，聊完了 MU 和 STX，我们再来看看 WDC 西部数据公司的背景。WDC 总部位于南湾的圣何塞，是希捷科技 STX 的主要竞争对手。和美光类似，WDC 的业务曾经一度横跨了内存和闪存两大存储领域。然而，在2025年2月24日，WDC 公司把旗下的闪存业务部门拆分了出来，变成了现在的 SanDisk 公司，代码为 SNDK。拆分结束之后，WDC 就专注于内存的业务，主要为数据中心和云服务公司提供大容量的机械硬盘。和美光 STX 的表现差不多，WDC 也是在过去3个月股价大涨了137%，高点来到过$178，而在过去一周有7%的大幅下跌。CI 系统对于 WDC 股票也给出的是红色卖出信号，建议投资者高位止盈 WDC， 因为存储芯片股票持续下跌的风险比较高。但 WDC 的股价历史走势也和 STX 大同小异，也是在2022年有60%的大崩盘，在2024到2025年也有40%以上的下跌。目前 WDC 也绝对是处在高位横盘的区域，一旦向下回撤，可能持续几个月的时间，下跌的幅度超过30%也是非常正常的情况。查理也不建议大家买入 WDC 的股票，至少在2026年下半年之前别碰存储芯片股。那至于长线的买点，AI 投资系统给出的价格在$72附近，比 WDC 当前$150以上的价格有55%的巨大差距。我们可能需要等到26年底乃至2027年的春天，等到存储芯片股票下跌周期走完，才能找到下一个周期开始阶段的好买点。最后是 SanDisk 公司，代码为 SNDK。其实SNDK 在2016年以前一直是一家独立的闪存芯片制造巨头，而在2016年，WDC 斥巨资收购了 SNDK。然而，时间一晃过去9年之后，西部数据 WDC 又把 SanDisk 拆分了出来，代码还是沿用原来的 SNDK。那自从今年2月24日上市以来，SNDK 的股价在9个半月内翻了6倍，它的涨幅是这4只存储芯片股中最大的。现在 SNDK 的股价回撤到了$250附近，查理的 CRI 系统也给出的是红色卖出信号。朋友们千万别接飞刀，在这个档口高位接盘 SNDK 的股票被长期套牢的风险太大了。那至于 SNDK 的长期买点，AI 系统给在了$93左右，比现在的市场价足足低了63%。我们需要特别小心，因为这意味着 SNDK 的股价如果崩起来，很可能是40%以上的跌幅。好，我们小结一下，对于存储芯片领域的这4只有代表性的股票 MU、STX、WDC 和 SNDK， 卡里的 CRI 投资系统给出的基本上都是红色卖出信号，因为存储芯片的周期性太强了，而我们很可能已经走完了它的上升段，在接下来几个季度，这些存储芯片股大概率会在高位震荡，然后开启长达1年的下跌回调周期。我们需要等到2026年年底或者2027年的上半年才会熬到存储芯片下跌期的结束，也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才会是逢低建仓买入 MU、STX 等芯片股的好时机。
他们的买入价位我也以绿色数字标了出来，可以看到都比当前的市场价低了30%到60%不等。所以朋友们千万别看到美光的股票回调了15%或者20%，就觉得很便宜了，想建仓或者加仓买入，这太危险了，因为他们真正的底部距离现在可能还有30%以上的暴跌空间。当然，如果您实在忍不住交易的小手，想快进快出做短期套利交易，查理强烈建议把投入的资金控制在总仓位的2%以下。而且一旦被套，我们需要考虑的绝对不是加仓平摊买入的价格，而是止损清仓跑路，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一下。好，接下来是11月18日 CRI 投资系统的最新持仓配置。我的 AI 系统会根据每天更新的金融数据，包括标普500指数的走势、美债及利率的变化、全球央行的流动性、大宗资产价格的波动，来对美股、短债、黄金和比特币的持仓做出必要的调整或者维持不变。CRI 系统检测到比特币和 IBIT 的价格在今天有止跌反弹的趋势，因此 CRI 系统把 IBIT 的仓位从原来的7%提高到了现在的15%，而把股票部位的仓位从93%降低到了85%。目前所有的美股指数，包括标普500动量指数 SPMO、标普500指数 SPYM、纳斯达克100指数 QQQM 和科技板块指数 IYW， 都接近或者低于 CRI 系统给出的买点。投资朋友们可以考虑逢低买入这些指数类 ETF， 或者是其他的，包括像 VGT、QTUM 和 IWB 也都是相当不错的选择。那在个股层面，系统推荐了3只股票，分别是 Adobe、Meta 和 UNH， 他们的买点也在绿色括号内标了出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好，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查理的个人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您对于存储芯片板块在2026年的走势有什么看法？存储芯片行业的代表性股票 MU、STX、WDC 和 SNDK， 你看好哪家公司的表现？在接下来几个季度 ，AI 人工智能的浪潮能够持续推动这些股票创高吗？还是他们会维持在高位震荡，或者是有下跌的风险？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我们一起来讨论。如果我的节目对于您的投资决策有帮助，请您多多点赞、分享和评论。查理非常感谢朋友们一直以来的支持，祝您投资顺利，生活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